如果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，包括那些你最不愿面对的、最想逃避的，都不是巧合，而是一场邀请，你会怎么接住它？那些你以为是灾难的瞬间，也许只是宇宙在问你，这一次能不能卸下防备，不用怀疑，试着用爱来拥抱它。这些时刻从不预告，也不敲门，它们可能是一个错愕的道别，一份突然结束的工作，或是一场让你无可奈何的背叛。他们毫不费力地将你推出熟悉的安全区，让你站在崩塌的现场，手里只剩下希望的碎片。那些你曾信赖的节奏，那些曾让你觉得世界井然有序的结构，此刻像被拔掉电源的机器，静止在半空。你的灵魂像被命运按下了暂停键。这时的你其实什么都不必做，你可以静静地坐下，允许自己失落，允许自己痛苦，因为这一次不是要你压抑情绪，而是邀请你试着用爱拥抱它们。用爱回应，不是要你立刻原谅或看懂一切，而是允许自己不逃走，不抗拒，不再假装坚强，只是带着一点点温柔，和那个正在颤抖的自己并肩而坐。就在那一刻，你会明白，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不是主宰命运的权杖，而是无论发生什么，依然可以选择用爱与正在发生的一切同行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马特·卡恩，美国当代心灵导师、疗愈者与演说家，被誉为当代最温柔的觉醒之声。2016年出版的著作《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爱它》，以简单却深刻的语言，将无条件之爱这个原本深奥的灵性概念带入现代人的日常与创伤中，让爱不再遥不可及，而成为一种可以实践的态度。马特的话语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，更像是你在人生最低谷时，身旁那位不急着给建议，只愿默默坐下来陪你的朋友。他会轻声说，没关系，无论怎样，你都值得被爱，被拥抱。我们大多数人习惯把爱当作一种交换条件，如果我表现得足够好，情绪足够稳定，对他人足够有用，我才值得被爱，被接纳。但马特提醒我们，爱不是因为你达到某种标准，而是因为你正在经历的一切也是真实的一部分，也值得被爱，被拥抱。他强调用爱回应不是逃避痛苦，而是诚实地与痛苦共处，在混乱中找回与自己对话的能力。爱不是伪装成光明，而是走进黑暗去陪伴。他的现场演讲常常充满幽默与真情交织的节奏，有时让人捧腹大笑，有时让人痛哭释放。他鼓励我们对内心所有未被接纳的部分，不论是恐惧、羞愧还是愤怒，轻声说出我爱你，让被遗忘的自己重新被拥抱。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疗愈之道。用爱回应并不是鼓励盲目乐观或压抑情绪，而是全向式的理解每一个片段，每一次打击，无论多微小或多尖锐，都是整体慈悲法则的折射。就像全息投影，每个光点组合在一起，才投射出完整的图像。人生中那些最细碎、最疼痛的瞬间，也都蕴藏着宇宙对我们深层学习的邀请。它们不是毫无意义的苦难，而是智慧的缩影，让我们看见自己那些还没来得及好好理解，还没能温柔接纳的情感残叶。它们不断重复出现，只是想被看见，被拥抱。也许那段你以为只是混乱的时光，正是你内在爱的感官悄然苏醒的时刻。马特·卡恩在著作中指出，你所抗拒的正是你最需要爱的部分。这句话揭示了全向式之爱的精髓，所有出现于生命中的片段，不管多么混乱，多么令人不适，都是你内在尚未拥抱的自我投射。换言之，当一个外部事件触发你强烈的情绪时，它并不是来伤害你，
而是来显影你内在尚未被爱的地方。正因如此，我们不需要立即理解这一切，也不需要急于找出为什么。我们只需停止定义与对抗，留出空间，允许这些情绪在心中流动。当我们遇到问题，对自己说，我现在愿意停下来，不再逃避，这句话本身就是一次全向式的转向。它让我们不再用力思考如何解决问题，而是温柔去容纳那个受困的自己。这并非对世界的盲目信任，而是一种信仰，即使我暂时看不见，但这一切正是爱在扩展的过程。这正是爱的全向的真正含义。爱不是发生在我们已理解的地方，而是发生在我们愿意停下评判，与未知并肩的那一刻。神经科学家早已证实，当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皮层被过度标签与刺激淹没时，身体会启动战逃反应，而只有在温柔开放的状态下，副交感神经才会重新启动，使我们不再仅仅反应，而是有可能真正看见。那一刻，我们不再活在评价的世界里，而是活在当下之中。看见的那一刻，不是明白所有事的原因，而是能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说出一句，我愿意不再评判，哪怕此刻仍然痛，我愿意把这一刻也是做整体爱的组成部分。那便是全向意识的起点，也是你开始与万事万物重新建立连结的第一步。痛苦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邀请，邀请你回到自己内在，重新与那些被遗忘的情感会面。马特·卡恩在书中写道，每一种情绪都是你回家的路，这意味着痛苦并非错误的讯号，而是灵魂试图让你回到完整的自己。当我们抗拒愤怒、恐惧、悲伤时，这些情绪便在体内形成积压，它们无法离开，只会反复透过生命情境表现出来。马特指出，未被接纳的情绪就像是未被拥抱的孩子，他们在寻找归属感。痛苦正是这样的讯号，它不是要摧毁你，而是要提醒你，有一部分的自己还在等待你的靠近。因此，与其压抑痛苦，不如将它视为入口。当你坐下来，不急着分析它从哪里来，而只是对它说，我看见你了，这一份看见就是疗愈的开始。马特在著作中提到，当你愿意坐在痛苦旁边时，痛苦就变成了你的老师。我们要学会的是在痛苦里安住，不急着定义，也不急着结束它，只是陪着它，哪怕只是片刻。你不需要完全理解痛苦的意义，才有资格拥抱它。你只需要不再急着关上门，不再对生命说这不该发生，而是轻轻说，既然它来了，那我听听它想传递给我什么讯息。也许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早已放下的情绪，一场争执，一段关系的结束，一次未出口的委屈，其实还停留在心底，从未真正离开。马特称这些为未完的感受，它们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软弱的证明，而是你内在仍然敏锐，仍然活着的证据。当你愿意停下来，陪伴自己的痛苦，而不是责备它，你便开始懂得，痛苦本身不是错，它只是在等待被翻译成爱的语言。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爱上所有发生的事，到底该怎么做？马特·卡恩从不鼓励我们假装没事，也不强迫我们跳过内心的混乱。他提出的不是一套灵性理论，而是一条具体可行的实践路径。从内在觉察开始，穿越情绪，回到行动。他将这条路比喻为爱的三重奏，每一层都是你与生命重新牵手的节奏。一、洞察，识别投射。许多冲击我们的画面，其实是内在未整合的部分投射到外界。疾风骤雨不过是内心呼喊的回声。当我们感到受伤，很可能不是当下事件本身造成的，而是它激活了过去某段未被处理的情绪记忆。一切你抗拒的，其实是你最需要爱的部分。试着把责怪外界的手慢慢变成内在的洞察，问一问，这股突然涌上的情绪究竟是哪个受过伤的自己在呼唤？二、允诺，给自己一个承诺，不再用语言和念头伤害自己，
给他人一个空间，即使无法认同，也愿意保留一份善意的理解。马特认为，对自我温柔是一切疗愈的起点。当你愿意对自己说，你现在这样也没关系，就已经在破除内在暴力的回圈。对他人，我们也不再以牙还牙，而是练习放下防备，哪怕只是一点点退让，选择在紧绷中松开一口气，在对抗中留出一寸安静的空白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成熟的温柔。我愿意不让过去的痛继续决定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。3. 行动，让日常成为礼赞。爱不是停留在理念里，而是从最细微之处落地生根。当你在地铁里对拥挤说声谢谢，当你在压力来时先做一个深呼吸，当你对鲜花微笑，对陌生人点头，你正在把爱的频率交还给这个世界。马特说，每一个选择留在当下的决定，都是一次与灵魂对齐的行动。真正的用爱回应，不是舞台上的姿态，而是你在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当下，愿意选择不责备、不逃避，而是多给一点耐心，多给自己和世界一点温柔。炼金术士相信，普通金属可以转变为黄金，而心灵的炼金术更深刻也更温柔。他相信创伤能淬炼出慈悲，困境中可以开启智慧。化学上的转化需要烈火与时间，而情感上的转化同样需要恒定的温度，那是一种不逃避、不评价的爱。马特·卡恩说，当你愿意静下来，接纳某件无法接受的事，它才会松动、呼吸，甚至彻底改变。那一刻，你不再急着逃离那段关系，不再试图否认那场失败，而是静静地坐下来，对他轻声说，是的，我愿意让你显现出全部面貌。这句话就像将爱注入其中的催化剂，使那个曾困住你的事件逐渐松开束缚，最终蜕变成羽翼。你不再问为什么是我，而是缓缓说出，因为是我，所以我有能力转化它。你不再把痛苦视为命运的不公，而是视为灵魂的深度邀请。用爱回应，不是为了修复过去的创伤，而是为了拥抱正在发生的当下。爱的力量不是用来抵抗或否定什么，而是让你有勇气转身面对那个一直被你忽视、推开的自己。真正的转化不要求你变得坚不可摧，而是邀请你变得诚实、柔软，并愿意与自己的真实共处。也许你无法一次完成，但你可以选择一次次的回到这个承诺，我不逃，我不关门，我愿意留在这里，直到我不再用恐惧说话，而是用爱聆听。这便是心灵的炼金术。在每一个真实发生的片刻里，选择不关上心门，而是练出真正属于你的慈悲、稳定与透彻。要做到爱上所有发生的事，并不是为了塑造一种看似完美的人生，而是为了在一次次生命的皱褶中，学会更诚实地与自己相处，放下了对一段过往的敌意，或者在一次争执来临时，终止这场已重复多次的剧本，不再反击，也不再延续过去习惯的伤害。这些选择看似微小，却会引发一次次内在意识的转向。你发现自己不再紧握那些本可以释怀的事，也不再用过去的痛苦为现在的关系设限。爱从来不是高喊出来的声明，而是藏在你对一段失落仍愿心存祝福的念头里。它是一种姿态，也是一种坚持，愿意不带评价地望向人生的低谷，愿意在最不被理解的时刻仍然选择宽容，愿意在一次又一次的误解与失落之后，仍然为爱保留一席之地。当你能在下一次情绪来袭时多停留5秒，在一场误解中多给对方一点空间，那就是爱在现身。你不再问这样有什么用，因为你终于明白，当你不再伤害自己，当你愿意为最脆弱的时刻也留出空间，那一刻你并不是在改变世界，而是在成全一个更完整的自己。爱上所有发生的事，不是为了替痛苦披上光亮的外衣，而是为了学会不再逃避，学会在混乱里安住当下，与之共处。
爱从不选择环境，它不挑场景，不设门槛，它在混乱中现身，也在崩塌过后依然守候。就像河流，不惧落叶，也不惧星光，它不为谁而转弯，也不为谁改道，它只是流淌，把一切你不要的带走，也带来你要的一切。这世界不需要更多完美的答案，而需要更多愿意留下来的人。那些选择接纳、宽容、不评判的时刻，就是爱最真实的模样。不是在一切安好之后才开口说爱，而是在混乱仍在、痛苦仍深时，轻轻说出我爱你，请入座。请把这句话说给伤口听，说给沉默听，说给那个从没被好好拥抱过的自己听。愿我们都能在下一次波澜袭来时，对自己也能说出同样的话，我爱你，请入座。让痛苦有位置，让疑惑被听见，也让那个总想逃跑的自己有一个可以坐下来喘息的地方。然后端起那杯滚烫的瓷杯，敬这一路所有的风景。那些黑夜里依然静静撑着的瞬间，那些痛苦中仍然选择不离不弃的坚定，以及在你心碎之际仍愿敞开心房去接纳与理解的时刻。爱不需要翻译，也不是宣言，它只是静静的对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说，我爱你，请入座。